为什么战列舰通常都会选择主炮齐射，而不是轮流射击呢？是因为瞄准实在太难了。先不说什么己方和敌方的方位变化率、距离变化率等更复杂的问题，就算大家都不跑啊，单单是要计算海浪颠簸对于射击的影响，就不知道烧坏了多少个聪明的脑袋了。所以好不容易找到一套方法，把这些瞬息万变的因素考虑进去，计算出了一套射击参数。你说你不得拿去大家共享吗？集中力量办大事，说的就是它了。所以海浪颠簸究竟会对舰炮射击造成什么影响？我们又是如何克服它的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讲讲它。你大概很难意识到一艘漂浮在海面上的船只其实是跟飞机一样，其姿态在3个维度上都会受到水面的影响的。它们分别是横摇、纵摇和偏航。为了给你解释清楚我专门建了一个简单的模型，简单到船身上只有这么一门停留在18世纪的大炮，但它演示起来特别好用，所以千万不要介意哦。好了，我们来看看所谓横摇，就是指船身以首尾相连的中轴为中心，这么左右摇摆，看起来呢就是左舷和右舷轮流上下运动。而纵摇呢，则是从船的侧面绕着穿过它的中心位置的一根轴来摇摆，表现起来呢就是船首和船尾的轮流上下运动了。最后一个偏航，可以从顶视图里面看得很清楚，就是船首和船尾绕着垂直穿过船身中心的那根轴左右运动了。所以船在水里面前进的路径呢，其实是个螺旋形的。好了，这对开船呢倒是没什么影响，但是却对开炮造成了极大的麻烦。因为当我瞄准目标后，要是战舰一摇，弹道不也随之就跑偏了吗？怎么办呢？只有实施补偿了。但补偿的前提是要准确的知道炮弹是如何跑偏的，以及跑偏了多少才行。情况就变得复杂了起来，而且是越来越复杂。我们先来说说简单的，那就是当炮管的水平方向完全垂直于舰身。当然，要是它完全平行于舰身呢，也是适用的。虽然这并不常见此时呢，战舰还是会横摇和纵摇，但是它们只会在射击的俯仰角度上对我们的精度造成叠加。比方说，在我们已经设定好了一个射击的俯仰角度后，如果船舷摇高了，炮弹就会落得更远；而船舷摇低了，炮弹则会落得更近，都无法准确的击中目标嘛。怎么办呢？那就在瞄准的时候将战舰横摇的角度考虑进去嘛。它摇高了，我们就在俯仰角上减掉横摇的角度；摇低了，我们就加上横摇的角度，不就好了吗？这下炮口就能始终对准目标了。接下来呢，解决的就是要知道这横摇的角度了，对吧？在早期，它基本上只能靠经验。就是炮手先往远处的水平面一看然后再马上转低视角来看看自己所在的甲板，想象一下它的延长线，再判断一下它同水平面之间的夹角大概有多少。这个呢，就是此时战舰横摇的角度了。显然这个主观因素太大了嘛，所以射击精度简直参差不齐后来就有人想到了钟摆，因为受到地心引力的影响，吊在绳子上的重物呢会始终指向地心。如果它跟垂直于甲板上的支架产生了角度，那么这个角度必定就是舰船横摇的角度了。这下准确了不少了，但是升级还在继续，最终就来到了陀螺仪这儿。因为陀螺仪的定轴性让它怎么都不会受到船身摇摆的影响，而且读取数据还更加的容易。再配合上由液压控制的炮管俯仰角调整装置，从此单纯的横摇就压根儿不是什么事了。但是随着冶金、造船、火药以及战术上的不断发展，20世纪的战列舰可并不完全只会将炮口对准自己的侧面哦。你看，炮塔是可以旋转的，它既可以打3点钟和9点钟的方向，也可以打4点、7点、10点嘛。于是炮塔的方向并不垂直于船身后呢，单纯的横摇就变得一点也不单纯了。它不仅会影响到炮口的俯仰角，也会影响到炮口的方位角。怎么影响的呢？我们还是来拿这个模型举例先把炮口的俯仰角呢调整到30度，方位角调整到45度。假如此时的炮口呢就正好准确无误地指向目标了，但不巧舰身却突然横摇了起来。比方说它向右倾斜了30度，我们来看看炮口的指向会发生什么变化。你看，完全就变了吧？不光是在俯仰的高低上，在左右的方位上也变掉了。此时，如果想要把炮口指向重新调整回来呢，就得要在2个维度上同时补偿才行。我们来试试先调整方位角，先大概调整到这个角度吧，再调整一下俯仰角度。好，来对比一下，好像还不够那再重新调整一下。
这下好像差不多了。所以大家看到了吧？当现代战舰的炮台可以自由转动后，反而给开炮带来了多大的麻烦？它不仅需要在多个方向上都准确的测量由摇摆带来的角度变化，还需要快速的带入这些数据来对修正量进行计算。如今智能化的火控系统当然是可以 hold 得住的，但是在那个巨舰大炮的时代，计算机都还在手摇呢，算一次多不容易，不起色怎么能对得起解算员呢？对了，当时那些里面装满了各种齿轮、轴承、转盘、铰链的机械式火控计算机呢，也十分有趣啊，就是太复杂了。不过，如果大家真的想看的话，就留言给我。呼声够大的话，我就硬着头皮去研究一下呗。好了，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爆炸会产生冲击波，但其实开炮也同样会产生冲击波。它的威力有多大呢？能够团灭一整艘战舰。1944年二战已经到了后期，但此时的太平洋上呢，美国和日本还在血战到底。10月20日，美军开始了他们进攻菲律宾的计划，因此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海战——莱特湾海战呢便爆发了。日军其实对此早有准备，他迅速将巨型战列舰武藏号编入了其主力舰队，试图突入美军的阵地。武藏号是日本大和级战列舰的2号舰，其满载排水量呢超过了7万吨，为当时战舰之最。而另外一个更加引人瞩目的就是其配置的3座3连装，共9门口径达到了460毫米的巨炮了。相比之下，美国的1A华级战列舰呢，主炮的口径只有406毫米，比人家足足少了50多毫米啊！但是就是这9门无敌主炮，马上就要犯下一个巨大的错误了。10月24日，在奔袭中的日军舰队突然就遭遇到了美军航母舰载机的猛烈进攻。这其中呢，巨大的武藏号更是成为了众矢之的，被美军重点照顾了。不过众所周知啊，此时的武藏号上，但凡是能够找一点空隙的地方呢，都被塞满了防空炮塔，所以密集的炮火也给美军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尤其是日本还有一样奇葩的武器，那就是他那9门460毫米巨炮呢，不仅可以对舰，还可以拿来对空。他们可以发射一种叫做3式弹的特殊炮弹，在把发射药填满之后啊，这种重达1吨多的炮弹可以被发射到1万米的高空，爆炸之后产生的1200枚燃烧弹能够覆盖周围120到150米的范围，不仅可以打乱敌机的编队，还因为其十分可怕的炸开场面，在视觉上也能起到足够的震慑效果。于是，在遭遇到美国军机的突袭之后呢，武藏号就在他们还离自己有20公里的时候呢，便首先用主炮轰了一轮烟花上去，接着在全员高射炮就位，与逼近的美军机群进行肉搏。这样他就勉强撑过了第一波空袭。虽然已经被数枚炸弹命中，甚至还中了鱼雷，但是高炮依然还是可以继续的突突突。接着美军的第2波空袭来临了。日军指挥官呢，准备继续沿用之前的战术，也就是先开460毫米主炮，用3式弹打出弹幕，进一步震慑美军飞行员，然后再用高射炮来掷出近防网。但是在拉响主炮开炮前的警报时，很多高射炮炮尾的射击其实是还没有停下来的，所以巨大的轰鸣声呢，直接就把警报声给吃掉了。打了鸡血的高射炮手此时还在继续的对着天上突突突，然后主炮就开火了。炮声过后一片安静，刚刚还在往外喷火的高射炮齐刷刷的闭嘴了，炮塔上的人也不见踪影了。他们去哪儿了？原来他们是被主炮开炮时产生的炮口风暴烧到海里面去了。不光人没了，就连高射炮上的光学瞄准具呢，也都无一例外遭到了破坏。武藏号上的防空力量瞬间腰斩，很快便在美军的集群攻击下沉没了。所以什么是炮口风暴？为什么武藏号在第一次开炮的时候没有受到炮口风暴的影响，第2次却几乎被灭了门呢？炮口风暴又究竟会对战舰造成多大的破坏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在这儿呢先暂停拉个关注。如果你喜欢我讲的内容，就千万不要吝啬把你的赞点亮哦。长按大拇指呢，还会升级成强烈推荐，战斗力翻倍，鼓励值飙升，相当于就是给我打了一针鸡血，可以让我更卖力的给大家讲好玩的内容了。好了，回到炮口风暴，它是火炮开炮时以炮口为中心点产生出的一个爆炸冲击波。这张美国海军爱荷华号战列舰在一次演习当中，9门主炮侧向齐射时的照片，把炮口风暴的威力呢展现得淋漓尽致啊。你看到那片巨大的凹下去的海面了吗？
那就是被球形的冲击波给击下去的。在炮弹离开炮管之前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个一直在堵着后面的由推进剂燃烧后所产生的大量高压燃气的东西。这个时候呢，爆炸的威力还没有体现出来啊，直到炮弹离开炮口，塞子没了，憋着一肚子气的高压燃气才在瞬间喷涌而出，带着巨大的能量，以超音速的冲击波形式呢，迅速扩散开去，所到之处满目疮痍，甚至通常情况下，它还会快过炮弹本身，以至于对炮弹的飞行动力学都还要产生影响呢，真是个很麻烦的东西啊！战列舰上的主炮呢，口径都无比巨大，可以想象这样的炮口风暴就更加明显了。有记录显示啊，当年英国海军罗德尼号战列舰对战德国海军俾斯麦号时，就因为自己主炮所带来的炮口风暴，对船体造成了不小的损坏。比如整艘战舰卫生间里面的水管都爆裂了，船首的甲板呢也破裂了，连很多地方的横梁呢都被震断了，多个舱室被淹，设备松动，家具也飞得到处都是，简直是现身说法的告诉我们怎么通过开炮来自己玩死自己啊！不过很奇葩的是，这种损坏却似乎一点都没有影响到罗德尼号的战斗力，它竟然为英国海军击败俾斯麦号做出了突出贡献。当然，罗德尼号呢是个特例啊，因为它受到了吨位限制，所以船体用的钢板比较薄，才会这么惨。其他的战列舰呢就要比它好多了，至少舰体本身并没有像它这样伤得这么深。但至于舰体上的其他东西嘛，就不好说了。美国的2艘战列舰南达科塔号和华盛顿号都曾经因为开炮时过于专注，有过把停在舰尾的水上飞机给直接震到海里面的情况。而到了武藏号这里呢，它装的可是比美国人口径更大的460毫米主炮，那肯定会带来强烈的多的炮口风暴啊。但到底又能强烈到哪儿呢？干脆做个实验好了。于是日本人就在1942年武藏号刚刚建造完毕之后呢，进行了一次火炮试射。他们先是清空了整个甲板，然后在上面放上很多装有焊塔的笼子。在9炮齐射之后，他们的眼前是这样一番惨烈的场景啊！一半的笼子被炮口风暴吹飞了，剩下一半的笼子里面焊塔也是非死即残，可见威力相当惊人啊！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呢，武藏号上的高射炮位都被设置成了带有装甲板防护的全封闭式的，这应该就没有问题了吧？但是从1943年起，美军的空袭呢越来越频繁了。为了应对这个威胁啊，日本人不得不见缝插针的又在武藏号上增设了很多座高射炮台。因为空间有限嘛，这个时候的装甲防护呢就装不上了。那接下来在操作高炮的时候，要是主炮开火，岂不直接就暴露在了炮口风暴之下了吗？于是日本人又想了一招，在每个炮位上都安装一个开炮警报器。一旦警报拉响，高射炮手便要立刻撤回舰内，同时还不要忘了把高射炮上的瞄准镜一起拆下来带回去才行啊。1944年的10月24日呢，武藏号在第一次对天齐射烟花的时候，拉响的警报声响彻全舰，所有人于是都安全的躲起来了。但是第2次嘛，由于高炮射的震撼，哪里能够听得见什么警报声呢？于是上一秒还在激情万丈，下一秒就直接见了龙王。美军战斗机上的飞行员估计也是吃了一大惊的。好了，这就是炮口风暴。舰炮有，坦克炮有，榴弹炮有，就连迫击炮也是有的。你有没有亲身感受过呢？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钢的熔点大约是在1500摄氏度左右，钨最耐热的金属单质，其熔点呢也不过才3000摄氏度多一点。而火箭发动机从尾部喷嘴里面喷出来的燃气温度，轻轻松松就能够超过3000摄氏度。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火箭发动机没有把自己的喷嘴给烧化掉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答案很简单啊，要是它就这么干烧的话，任它是什么材料都是扛不住的。但是如果把用纸做的碗里面装上了水的话，就算是把水都烧开了，纸也是烧不穿的。同样的道理，火箭发动机的喷嘴里面，当然还包括它的燃烧室里面，也是需要装上一些能够帮助它吸热的材料的。具体方法大概有以下几种：再生冷却、屏蔽冷却和膜冷却、蒸腾冷却、烧蚀冷却和辐射冷却。下面我们就一一介绍一下。再生冷却是大推力液体火箭发动机采用的主要冷却方法，它其实是有点物尽其用的意思。怎么说呢？因为液体火箭所用的燃料一般都是液氢、液体甲烷、煤油、液氧之类。煤油咱就不说了，另外几样东西你要保证它是液态温度必须要降到非常低才行。比如最夸张的是液氢，其温度低至零下252.7摄氏度。要是能用它来帮喷嘴降温，不是很妙吗？
所以再生冷却就是这么干的。在把这些低温液体燃料注入到燃烧室之前呢，先让它们围着喷嘴走一圈，不仅能够带走喷嘴里面的热量，同时还能够让它们在进入燃烧室之前预升温了一把。于是这些带走的热量也就完全没有浪费掉，而是重新又回到了燃烧室里面，就像是白捡来的一样。正是因为在这个循环当中没有热量的浪费，所以这种方式才叫做再生冷却了。那么这些由燃料监制的冷却剂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去到喷嘴里面兜圈圈的呢？主流的结构有管束式结构、洗槽式结构和波纹板结构。管束式结构，其典型的代表是土星5号上面的 F1 发动机，它将铜管、镍铬合金或是不锈钢的导管按轴线方向或是螺旋式的埋进喷嘴的内外壁之间，就像是夹心饼干中的夹层那样，十分美味。不是十分有效。当然，管子的形状也是有讲究的啊。研究表明，像图中这样纵横比小的矩形管子是兼具了刚性、成本、重量的最佳方案，所以用的也是最多的。再说洗槽式结构，当燃烧室内的压力比较高的时候，为了增加结构的刚度和改善热效率，洗槽式结构就登场了。它会在燃烧室的内壁外表面用数控席加工出很多像这样的并排的冷却槽道，让燃料流过它们来为燃烧室降温。其中的代表是航天飞机的主发动机，它采用的是混搭式的再生冷却通道。前段也就是燃烧室和喉咙部分采用的是洗槽式，喷嘴的部分则是将1086根矩形导管焊在一起制成的。它的效果有多好呢？据说发动机点火之后呢，尽管内壁的温度接近3000摄氏度，但外壁的温度却可以低到用手去触摸，而且最好是要戴上手套哦，不然说不定会被冻伤的。冰火两重天，这个是不是就是最好的诠释了呢？好，最后一个再生式冷却通道的结构——波纹板结构。这个咱们熟悉啊，不就是从瓦楞纸那边借鉴的吗？我昨天刚拆了5个包裹，认真、仔细、严谨地学习了一下这种了不起的航天科技。当然，它有个问题啊，就是有一半的冷却剂不能与内壁接触，所以冷却效果来的还不如缓冲效果好，难怪我没有找到它的课代表了。好了，以上就是再生冷却的详细解释。下面我们再来看另外一种冷却方式——屏蔽冷却和膜冷却。严格来讲，它们应该是2种不同的冷却方式，但原理上差不了太多，所以我就干脆把它俩放一起了。它们都是通过将冷却剂跟前面一种方式一样，通常也都是由燃料穿上马甲之后充当的临时工，直接喷向内壁，从而在内壁附近形成一层薄薄的液膜或者是低温蒸汽膜，来隔绝高温燃气传向内壁的温度的。只不过前者是用推力式头部喷注器最外圈的喷嘴来喷的，而后者是由贴着内壁的专门的冷却带来喷的。总之，两者的效果都不错，而且好处是还能把喷嘴的外观做得亮闪闪、滑溜溜的，比如猎鹰9号上面那些梅林 1D 发动机了。好，蒸腾式冷却，它是一种非常有前景的主动式散热方式。冷却剂通过内嵌在燃烧室和喷嘴内壁的多孔材料渗入到推力式的内表面上，吸收热量蒸发并形成低温的蒸汽膜。这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是双重保护呢？蒸汽膜是一重，多孔材料本身应该也算是一重吧。所以把它装在像是火箭发动机温度最高、压力最高、热流密度最高的喉咙部位时，可以收获到比其他技术效率更高的冷却效果。好，接着我们再来看看什么是烧式冷却。说白了，就是把采用烧式材料制成的内衬镶嵌到喷嘴的内壁上。这些烧式材料通常是由碳纤维、凯夫拉等材料制成的，在工作时可以吸收热量并分解生成气体。这些气体在伸出后，于是就可以在内壁面上形成一个具有保护作用的边界层了。凯夫拉果然是劳模啊，不仅保护人体，还能保护火箭，值得钦佩。不过缺点嘛，就跟你穿上防弹衣会拉低运动分一样，这种烧式冷却由于要给火箭发动机也穿上一层衣服，当然也会拉低它的成绩。但它便宜简单啊，没有前面那几个复杂的结构，用在原本就不太讲究的固体发动机上，那是极好的。好了，终于说到最后一个辐射冷却了。这种冷却方式一个词就能够总结：硬扛。是的。它啥也不用，推力式就只是一层薄薄的金属制成。当然，这些金属呢是比较特殊的，是镧、铱、锒合金等耐高温的金属。
方法是这样的：燃气向内壁传热，使得推力式的室壁温度升高，同时室壁向外界环境中辐射的热量也在增加，最终室温达到热平衡，壁温达到稳定值。这个时候的室壁通常是发红或者发白的。这种方式通常是用在热通量密度较小的部件，如大膨胀比的喷管的扩张段、小推力单组元发动机的推力式等等。猎鹰9号2级上的梅林 ED 发动机采用的就是这种辐射冷却，喷嘴只有一层薄薄的泥合金，甚至拿剪刀就能够帮它重新修剪出个形状来了。我已经跃跃欲试了。好了，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让你有所收获。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好了，最后我再补充一句啊，其实，在每一台火箭发动机里面呢，都不太可能只使用单一的冷却方式。工程师们会根据情况、根据条件来选择使用以上的各种冷却方式的一些组合，以便达到成本和效果之间的最佳平衡。1985年的巴黎航展上，一台形似外星飞船的奇怪玩意儿正在通用电气的展台上供人们参观。它的前部呢，长得像是一个比较正常的喷气式发动机的进气口，但后部却直接就长上了2排直径为3.6米的弯刀状螺旋桨叶片。这究竟是什么东西？它到底是喷气式发动机呢，还是螺旋桨发动机呢？实际上都不是，也都是。通用电气管它叫做无涵道风扇发动机，跟它站在一起大声吆喝的是波音。它号称装上这台发动机的波音7J7将会在2500天内飞上蓝天，提供跟新型空客 A320 一样的载客量，但油耗却只有对方的一半。结果很明显啊，要不是看了今天这期节目，相信咱们大多数人是既没有见过这台发动机，也没有听说过一架叫做7J7的波音客机的。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讲讲有关他们的故事。尽管如今早已被历史遗忘，但这台全称叫做涡轮桨扇式的发动机，在1980年代那段短暂的时间里面，却被当成是航空业的救世主一般的存在，并且大有格调涡轮风扇发动机，也就是我们现在最常在客机的机翼下方见到的那种很容易被直接叫成是喷气式发动机的那个发动机的命，标志着螺旋桨叶片的全新回归。这一切的起源，某种程度上跟2场发生在中东的战争有关。1967年以色列吞并周边阿拉伯邻国的6日战争，和1973年阿拉伯人反击的赎罪日战争。之后呢，阿拉伯世界针对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原油禁运就开始了。这样的结果就是一夜之间燃油的价格被推上了新的高度，而重度依赖燃油的航空业也因此遭受了惊人的损失。里应外合之下，反倒是为技术救场做好了铺垫。这下我们就要来说说航空发动机了。其实不管是前面装着螺旋桨的涡轮螺旋桨发动机，还是前面装着风扇的涡轮风扇发动机，或者是前面啥也没有，只是靠尾部喷气的涡轮喷气式发动机，其驱动的核心呢都来自于涡轮，但推动发动机向前的力却来自不同的部分。涡轮螺旋桨发动机，其向前的力几乎都来自经过螺旋桨并被螺旋桨加速之后向后推出去的那部分的空气。至于经过发动机核心从涡轮喷出去的热气嘛，可以看成完全就是燃烧之后产生的废气了。涡轮风扇发动机则不太一样，从它前面那张大嘴进到发动机里面的空气呢，会兵分2路，一路避开中间的发动机核心，不会经过涡轮机，而是通过四周的旁路绕到发动机尾部喷出去；另一路则会经过压缩机、燃烧室、涡轮机之后呢，变成热气喷出来，两者混合在一起形成发动机的总推力。那么在其中谁的贡献会更大呢？不是中间经过了加热的热空气，因为它的主要作用其实是为了让发动机前面的风扇和压缩机转起来的。真正出大力的是风扇扇出来的旁路空气。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不能简单的叫客机上的发动机为喷气式发动机了吧？真正只有利用喷出来的热空气来推动自己前进的，才叫做涡轮喷气式发动机。通常它是装在战斗机上面的。好了，这是工作方式的不同，那么工作效率呢？也就是烧同样多的油，谁干的活更多呢？工程师打一开始就知道，超高效涡轮发动机的秘诀在于极高的旁路比。这个比值描述了发动机风扇向后驱动的冷气量与从发动机核心流出来的热气量的比例。不难看出来螺旋桨的比例最高，而喷气式的比例最低，所以使用螺旋桨是最省油的一种方式了。在那个油价高的让航空公司无法承受的年代，你说他们想不想把客机上装着的涡轮风扇发动机给全换掉呢？当然想这可省下了一大笔钱但螺旋桨有个问题，它飞不快。
因为当它想要飞快时，就要把螺旋桨旋转得更快，而螺旋桨转得更快时，它的尖端切割空气的速度就会更快，快到很容易就超过音速了。而一旦超过音速，就会在这里产生激波，使螺旋桨的效率直线下降。所以，尽管有颗澎湃的心，但无奈也只能以每分钟几百圈的速度慢悠悠地往前晃了。你说已经坐惯了速度更快的喷气式客机的乘客，还愿意倒退回去吗？矛盾这可就来了啊！用螺旋桨嘛，效率高省钱，但速度慢没市场，这可怎么办啊？这种情况呢，就是工程师们最希望看到的啊，有困难才能体现出价值嘛。于是，在这个时候，螺旋桨制造商汉密尔顿标准公司的工程师们提出了一个比较激进的螺旋桨设计方案。简单来说呢，就是一种弯刀状的螺旋桨叶片，目标是使安装着它的飞机能够与喷气式飞机对抗，以更接近音速的速度来飞行。这就催生出一个叫做先进涡轮螺旋桨的项目，而后演变成2台实际的发动机，一台就是我们先前已经见过的通用电气 G136， 另一台则是由普惠、汉密尔顿、埃里森联合研制的 578-DX。它们其实长得很像啊，都是把2排对转的弯刀状螺旋桨装在了发动机短舱的后部，然后再把发动机装在飞机的尾部，而不是机翼下方，以便为螺旋桨的旋转盘留出空间，并将发动机产生的噪音排除在机舱之外。两者的最大区别在于对转的螺旋桨是如何驱动的。578DX 的方案比较传统，依然是采用齿轮变速箱来连接涡轮与螺旋桨的，而 G136 则大胆得多啊，他们认为用齿轮来连接既增加了发动机的重量，又增加了平时维护的成本，还不如将2排螺旋桨直接锚定在涡轮叶片上来得简单高效呢。咱们可以这样来简单理解啊，在通用电气的方案里面呢，其实螺旋桨就是涡轮叶片，涡轮叶片就是螺旋桨，只不过是把涡轮叶片放了一部分到发动机外壳外面，再换了一件马甲而已。这个可不要小瞧啊，它在传统的涡轮发动机里面是无法实现的，因为通常涡轮叶片会分很多级，每一个旋转极后面都会跟上一个固定不转的极，它叫做定子，目的是阻止气流因为前面叶片的带动而产生旋转的流动，让它在击中下一个涡轮极叶片时拥有正确的角度，以便更好的传递出力量。不过这样的设计就会让整个涡轮机变得大起来，而通用电气的天才设计则去掉了其中的定子部分，只保留了交错旋转的转子。也就是说，每一级叶片的旋转方向与其上游和下游叶片的旋转方向都是相反的，各级之间的相对速度增加了1倍，因此效率变得更高，发动机能够做得更小，2排对转的螺旋桨叶片也能直接挂在涡轮叶片上面了。波音公司认为这台发动机简直是太酷了，所以当即决定采用，并准备用它来将原本装在727上面的涡轮风扇发动机换掉，变成797，然后抢下空客 A320 的市场。但一项革命性的技术真的就能激起一场革命吗？并不一定啊。尽管桨扇发动机绝对算是当年的黑科技，但留给它的时间窗口太短了。很快，当油价回落之后呢，波音摸着自己的口袋想，要是把发动机全都给换掉的话，这得要掏多少钱出来啊？这事儿还是缓缓吧，一缓啊，快半个世纪过去了。最后用通用电气前商务运营经理的一句话来作结，如果燃料变成每加仑$1的话，他们又会吵着要了。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这个画面不一般啊！一架钥匙战斗机被卡在了货轮的集装箱中间，缓缓驶进港口。它是报废的还是走私的？实际上都不是，而是被一名英国皇家海军的飞行员给停上去的。为此，英国人还极不情愿地掏出了57万英镑，才从这艘西班牙货船的船主手里面把飞机给赎了回去。所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咱们还是得先了解一下这个故事的主角钥匙。这架在1966年装备部队的英国飞机，以突破传统的原地起降能力，打开了人们无尽的想象空间，以至于在1994年电影《真实的谎言》里面，成为比施瓦辛格还要耀眼的明星。那个挂着反派射出响尾蛇的镜头，不知道圈粉了多少人呢？You're fired。但其实钥匙早就已经是个明星了。在1982年爆发的英阿马岛之战中呢，同样用的也是响尾蛇，28架钥匙在空战零战损的情况下，干掉了阿根廷包括法治、幻影在内的各型战斗机21架，自己呢只在地面炮火和事故中损失了6架而已，创下了当时空战史中的最强纪录。同时，让人更加不可思议的是普通舰载机的起降平台呢，那必须是得航母啊，但轮到了钥匙嘛。
为他提供驻足之地的，除了无敌竞技神航母以外呢，竟然也包括一些集装箱货船。在仅仅只是设立了一个简易的起降甲板后呢，他们就成为了数十架耀式的临时海上之家了。是的啊，耀式就是这么强，实现起降自由只需要一块15×15米的空地便足够了。虽然短板也很明显啊，我们来数数，只能亚音速机动，少到可怜的续航，过时的雷达和导航，不靠谱的航电系统等等等等。所以注定啊，今天的故事败的也是他，成的也是他了。1983年的6月7日，两架耀式从葡萄牙海岸附近的一艘光辉号航母上一跃而起。他们本次要执行的是一项北约的演习任务，任务目标是这样的：在无线电静默和雷达关闭的情况下呢，去定位一艘模拟走丢了的法国航空母舰。这其中的一名飞行员名叫伊恩·沃森，非常年轻，所以经验有限。此前呢，只飞过13次的耀式，加起来总的时间呢，也不超过75个小时。而像这样的演习，则一次都还没有。但年轻人总是要给机会的嘛，大不了让老人带带就好了。所以另一架飞机上就是一位资深的飞行员了。这样的搭配，这样的任务，估计大家觉得也都跟玩似的，能出什么岔子呢？好了，升空之后呢，两人决定分头进行搜索，只需要在指定的时间回到碰头点就好了。然而当演习结束，沃森回到约定地点时，却并没有看到另外一架飞机。他想，会不会是队友等得太着急，已经返航了呢？反正任务都已经执行完毕了嘛，那就打开无线电跟他联系一下呗。结果却发现这无线电怎么也打不开。好家伙，原来咱这无线电静默不是模拟出来的呀，是根本在这架飞机上，海军压根儿就没有想过要让你用无线电嘛。它就是个坏的。没办法，只能打开雷达喽，直接返回航母吧。可是还记得我们之前说过的耀式的几项缺点吗？过时的雷达系统，在这儿呢，就是它的探测范围已经够不到航母了。在沃森的雷达屏上呢，只有平静的扫描线，既看不到航母，也看不到自己的队友。这种情况已经够糟了，但沃森还没有慌，因为他还能有所指望——惯性导航仪。至少呢，他还有可能把沃森带回到原来的位置嘛。但我们应该提醒沃森这架飞机的导航系统也是很不靠谱在跟着导航绕了几圈之后呢，海面上连个鬼都没有看到。光辉号，你要是真能发出点耀眼的光辉该多好情况发展到这儿呢，就很不乐观，也很讽刺了。你看本来是出来寻找假走丢的航母的，结果却把自己给真飞丢了。关键是航母即便丢了，也可以继续浮在海面上可要是这飞机丢了，岂不只能砸在海面上吗？沃森马上就要面临这样的情况了。在跟着不靠谱的导航绕了几圈之后呢，沃森意识到他飞机上的油箱已经快要见底了。在坠毁到茫茫大海的中央前呢，他最多只剩下了12分钟的思考时间。于是他就想即便自己能够在飞机坠海前顺利弹射逃生，也绝无可能在这儿发出求救信号。所以结局一样是葬身海底嘛。唯一的生存机会呢，只有飞到离陆地最近的地方去。他的直觉告诉他，应该往东飞，那边兴许还有一些沿着海岸的航道，能够增加他被发现的概率。这个决定救了他。就在差不多只剩几分钟便要坠海之前，他的雷达屏幕上终于出现了一艘船这是一艘正在前往圣克鲁斯的西班牙小型集装箱货船阿尔莱格号。于是沃森剩下的任务呢就很清晰了他要飞进这艘货船，让船员们注意到他，然后再弹射契机，这样至少可以让自己获救嘛。虽然抛弃一架价值700万英镑的战斗机呢需要下很大的决心，但似乎这已经是现在能够做出的最小牺牲了。沃森管不了太多了。不过当他第一次飞越阿尔莱格头顶时呢，看到的情形让他重新燃起了希望，说不定他是可以把飞机一起救下来的。因为他看到载着很多集装箱的阿尔莱格号呢，恰好在顶上组成了一个跟自己平常训练时差不多大小的平台。既然最坏的打算都已经做过了，还有啥好怕的呢？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像平常那样把它给降上去。沃森真的这么做了，而且似乎做得还很好要不是船长在看到如此令人震惊的画面时手抖没有把船给稳住，否则这架耀式就不用拜托下面的白色面包车来替自己扛上一把了。一番惊人的操作之后呢，沃森居然连人带机都安全降落了，估计这是他也完全不曾想到的结果。当然
阿尔格莱号的船长又怎么可能想得到呢？所以他坚持自己的计划不变，还是要把船继续开到圣克鲁斯啊。英国人如果想要你们的飞机和飞行员，那就耐心的再等上4天吧。咱们圣克鲁斯的码头见。其实啊，这位船长也是挺豪横的啊，居然凭一己之力跟英国政府玩起了拒不配合，并且在到了码头呢，还要价57万来作为救援和损失的开支。考虑到已经引起了国际上的广泛关注啊，英国人即便很不情愿呢，最终还是不得不掏了出来。船员们一起平分了其中的34万，船东则留下了剩余的23万，英国人也拿回了自己的700万钥匙，顺便还把广告给打了，其实是皆大欢喜的。不过沃森会怎么样呢？虽然救下了飞机，但一开始还不是你给废丢的吗？惩罚是在所难免的。在背锅帮政府转移视线，调到办公室做了几年的冷板凳之后呢，他还是回到了自己心爱的飞机上，又继续飞了2000小时的钥匙，外加900小时的 F-18之后呢，才在1996年正式结束了军旅生涯。所以我们今天的故事也到此为止了。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在战争片里面，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像这样空投炸弹的画面，其中有一个细节，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在这些航空炸弹的头部和尾部都装着一个像是小螺旋桨一样的东西，并且随着炸弹下落，气流吹过它们，这2个小叶片还会快速的旋转起来。那么它们究竟起什么作用的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把它们弄明白。先把答案丢给你啊，它们是炸弹的引信。所谓引信，最明显的目的就是要让炸弹爆炸的哦。对的，但它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更加重要，却是很反直觉的目的，就是让炸弹不要爆炸。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所以今天的视频也会分成3个部分来把这件事讲给大家听。第一，为什么航空炸弹上面要用这样长得像是一个小螺旋桨的东西来当引信呢？第二，这样的引信具体是怎么工作的？第三，为什么一个还不够，非要装2个呢？好，下面我们就进入主题啊。回到我们一开始说的引信的2个目的上面来，一个是使炸弹爆炸，这个太显而易见了，我们就不必再多说了。另一个是使炸弹不要爆炸，该怎么理解？准确讲应该是防止炸弹在离开飞机之前就爆炸。你仔细想想啊，虽然这根炸弹的目的是完全相悖的，但是在把它扔到敌人头上之前，不要误伤自己，难道不是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吗？尤其是考虑到炸弹所处的环境是多么的恶劣，就更应该为此捏一把冷汗了。飞机上的颠簸，遭遇炮火后的震动，落出弹仓时相互之间的碰撞等等，哪一个环节对于碰撞敏感的炸弹来说不是一种巨大的考验呢？但它就是碰不炸，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的炸弹撞针和敌火压根就是错位的，哪怕碰得再厉害，连撞针都给碰动了，可敌火不在那儿，它依然炸不起来啊。只有当炸弹被扔出弹仓之后，它才有可能重获爆炸的自由，而这份自由呢，就是由这个小小的螺旋桨交到他手里面的。不知道各位听到这儿有没有一个疑问啊？如果仅仅只是为了让炸弹舱内不炸舱外炸的话，那完全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机构，在炸弹被释放的一瞬间解除它的保险，让撞针复位嘛。就像扔手雷之前那简单又帅气的拉栓动作一样，干嘛搞什么螺旋桨呢？实际上飞机上的拉栓动作有的，但螺旋桨的地位也是不可替代的。为什么呢？因为螺旋桨建立起了一个无法越过的、几乎不会产生任何差错的起爆前提。举个例子，要是用普通的保险栓，在炸弹出舱之后就立刻解除保险，那万一在地毯式轰炸时一口气扔了太多炸弹，它们一出去就纠缠到了一起，然后不小心就撞炸了，怎么办？你说此时它是离自己人更近呢，还是离敌人更近呢？所以这种情况是要绝对避免的。而螺旋桨在炸弹上呢，它应该叫做隐性的空气叶片，必须要旋转起来，并且还一定要转上相当的圈数之后才会解除炸弹的保险。这等于是设了一个前提条件，而这个前提条件还只能是把炸弹丢出去，并且让它在空中飞过一段距离之后才算完成。其结果就是航空炸弹对自己人而言相当安全。当然，有朋友可能就会有疑问了，很多炸弹不也是赤裸裸的直接挂在机身外机翼下吗？飞机前进时吹过来的风让这些空气叶片转起来，等转够了，保险也就解除了，不是照样危险吗？
所以我刚才说了，飞机扔炸弹时呢，也是要拉一下栓的。具体来讲，当炸弹还没有被扔下去时，引信上的空气叶片是被一个安全插销固定着的。这个插销的一端通过一根线与飞机相连。当炸弹投下时呢，线还留在飞机上，于是插销就被自动拔掉了，叶片也就可以自由地转动了。当炸弹下落，空气往上吹时，引信上的叶片也被吹得快速旋转了起来。连着叶片的是一个最高可以达到1000倍的减速齿轮机构，而减速齿轮用来驱动装着撞针的套筒往外走，慢慢的撞针外移来到击发位置。与此同时一个巧妙的机械结构也让原本与撞针不在一条直线上的敌火进入到撞针的视线范围，一场轰轰烈烈的爆炸于是便一触即发了。完成这些准备工作，到底是需要空气叶片旋转几百圈、几千圈，还是几万、几十万圈呢？取决于不同的炸弹和不同的目的。所以你会看到，有些炸弹落地即爆，而有些炸弹呢，落地后还需要等一会儿再爆。等一会儿再爆的那种叫做延时引信，它还有更复杂的结构。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我以后会专门做一期来讲一讲的。现在还是让我来回答我们今天提出的第3个问题：引信装一个还不够吗？为什么还分别要在鼻子上和尾巴上各装一个呢？它的目的是可以让投弹手有更多的选择。一般来说，炸弹鼻子上装着的都是非延时或者是延时很短，最多也就延时几秒的引信，而炸弹尾巴上装着的则通常是可以延时更长的引信，从数分钟到100多个小时不等。这2个引信的空气叶片上都插着安全销，而安全销都用绳子连在飞机上，投弹手可以选择让炸弹飞出去时扯下或者不扯下谁的安全销。我们还是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假如一枚炸弹的鼻子上装着的是一个非延时的引信，而尾巴上装着的是一个延时5秒的引信。好，装着它的轰炸机呢出去执行任务了。这次的目标是敌人的一个机场。如果飞过去一看，飞机都整整齐齐的停在停机坪和跑道上，那就在投弹时把炸弹上的安全销都扯掉，或者是呢只扯掉鼻子上的引信的安全销，这样炸弹触地即炸，给敌人停在露天地面上的飞机造成了最大的伤害。而如果飞过去一看，飞机都装在机库里面，那就只扯掉尾巴上的引信的安全销，让炸弹在碰到机库屋顶时不会爆炸，而是在砸穿屋顶落入机库后再爆炸，使伤害效果最大化。要我说这看起来挺草率的2根绳子，其实真的妙到不行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如果你喜欢的话，就点赞关注，然后转发给更多的朋友看吧。我是火箭叔，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